好啊，那我就先吃口菜，再喝下那瓶药试试。但先说好了，我吃完喝完，你放他们走。吃完喝完你就痛了，我得替你报仇啊！放他们走是我的条件。你的目标是为了对付我，或者说是为了破坏国共合作的局面。如果我中毒死了，你就去了一颗眼中钉，不是正好合你的心意吗？明白了，你是想替他们两个去死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父母为了掩护我党同志而牺牲。我答应你，我看看你们党是怎么不惧生死的。帮我照顾好你们妹妹。完了，你不是说我的菜里有毒吗？按照我们后厨的规矩，如果今天这盘菜里边有毒，那也是由我先试吃的。我怎么跟你说的？这菜里没毒，大哥。用不着你说，这事与你无关。那不是让你替我死。今天有什么问题？我一个人承担。我的做法没问题，只是算错了人，那就只能匹夫一怒，血溅五步。血溅五步，你能做什么？用筷子杀我，用盘子杀我，还是说这桌子底下有枪啊？哎，别动！哎，别动！对了，我做个中间人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有种你就开枪！皱眉不是男人。我很少拿枪指着人，别逼我走火。你现在不怕破坏国共合作了？我不许他们找你报仇，是因为国仇大于家恨。但是你要伤害他们，我也不允许。现在这一刻，我是他们的妹夫，一家人跟你以命换命，你舍得吗？哼！别嘴硬，想好了再回答，因为没有机会后悔。今天我给你金惠荣一个面子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你怎么保证你不出尔反尔呢？他们两个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，我说话从不食言。走。菜很好吃，手艺是真不错。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纰漏了呢？奎哥，我可没敢骗你，金条和毒药我都上交了。明天你接管特侦队。是。邝局长，你放心，陈家那仨小崽子，我一定弄死他们。执掌特侦队要有格局，格局你懂吗？格局。今天我的目的
不是陈家三兄妹，我没把他们放在眼里边。今天我要制服的是金惠荣，国共合作，国字要在前头。你们还是先躲起来。邝庆奎恼羞成怒，会对你们下手的。我们陈家的事，你最好不要插手。这次有惊无险，报仇的事先放一放。邝庆奎半辈都在跟我们共产党斗，即使国共合作了，他也改不了习惯。但是我相信，现在国家有难，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并肩作战。谢谢你。又炸了！炸弹又来了！等等我！阿芳，阿芳，阿芳。金家这一把得有2两，回头啊，你得换一条结实的腰带了。我们这大小江今天就不吃啊。要是我跟我兄弟没失手，我就带着你妹妹到咱们新家去吃面。你说你老大不小啊，别总心思那么重。哥现在挺好的，能照顾好自个儿，你该嫁就嫁啊。矿局，省政府通知开会。配车。是。矿局抓到一名打信号的汉奸，其他汉奸正在抓捕。汇报损失。初步统计有30多处民房被炸，70多人死亡，200多人受伤。知道了，盯住陈山河。是。还有那个戏子和那个厨子，现在没工夫收拾他们。是。
大哥喝汤。哎，多谢芳姐。来，大叔喝汤。刚好来了一批草药，忙不过来，我管饭。山河，这世道太乱了，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活下去，知道吗？这是我这辈子最想要的事情。睁开眼睛能看到你，闭上眼睛也知道你在哪。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你吃，有什么时间上都跟你说，一生一世一辈子啊！你怎么了？饿了吧？正好，这碗你吃了吧。让大哥自己待会儿。20根金条我不要了，再给你10根。告诉我是谁指引日本人轰炸，放了信号弹。送他去弹石头，省颗子弹。日军要进攻增城了，广州也要打仗了。那广州守得住啊？守不住也得守。陈家另外2个呢？都抓起来。废话，攘外必先安内。是。日本人的飞机是你演来的。你有什么权利抓走陈山河和陈威？他们犯了什么罪？你还要抓陈立夏，他又犯了什么罪？警察局办案，哪有那么多的为什么？他们没有下毒害你，没有证据，你凭什么抓人？金老板，当时你在场，你还想要什么证据？现在局势很紧张，日本人在步步紧逼。那你还在我这儿浪费什么时间？你这算不算是假公济私？
为了你的小师妹和小师妹的哥哥，在这儿干预警察局办案，破坏司法独立。陈家兄妹的事是你欠他们的，你凭什么还要斩尽杀绝啊？小日本要打过来了，我要跟他们干。我怕陈家兄妹拖我的后腿。我会约束他们的。我信不过你，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只要不违背民族大义，我都可以答应。日本人打过来了，我看广州是守不住的。余汉毛之流空有抗日口号。真到那一天，我想拉一支队伍去打游击。那陈家兄弟呢？日本人打进广州之日，就是我打游击之时。在这之前，我不会杀他们。哎，师傅，等下。怎么样？他们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嫂子的后事总得有人办吧？连块整尸骨都没有，要不先立个衣冠冢？那也得让我大哥来操办吧。立夏，立在哪里好？我不知道，师哥你拿主意吧。那就去东沙马路找块墓地，那边有19路军、淞沪英雄的陵墓，还有黄花岗72烈士，那就立在那里。我去办吧。师傅，我们先离开这儿。啊！大哥，哎呦，好，哎呀，小梅跟金虎荣在一起呢。大哥，他们说日本人马上就要打进来了。大家都在想办法离开广州，得想办法把你弄出去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那你呢？啊？你别在这胡思乱想了。咱们还得出来给嫂子办理后事呢。他们是要去哪儿啊？往北往西，日本人从增城打过来，离他们越远越好。那我师父怎么办？我现在就找他商量。你跟我说一句实话，广州守不守得住？你现在已经不用遮掩你的身份了。跟国民党还合作抗日，一定知道他们的底细啊！广东的抗日热情还是有的，但是守军薄弱，主力部队被派到武汉打会战了。而且国民政府对广州形势预判有误，认为离香港近，日本人不敢得罪英国人，不至于开战。那就是守不住了。我去跟你师姑商量，争取一起走。反正我们有红船，就有吃有住了。现在还有船吗？剩下的不多了，我已经雇了一条，大家挤一下，离开广州再想办法。那你们两个，这个时候我不能走。我要陪着我哥哥。我去找你师姑。把在信交给你了，你可要一视同仁呢。我这就去巴河会馆登记，合办以后就叫摘星太平年班，摘星在前。这些虚名我无所谓。包银上
也不会含糊，一切你来做主。我不会跟你们走的。你不走怎么行啊？真的会死人呐！立夏还没过门的嫂子，刚刚被炸死了，粉身碎骨啊！我生在广州，学艺在广州，演戏也在广州，一天都没离开过。我现在也不会走。那我做这么多事，为什么呀？你帮我把他们带走，我就安心了。立夏那个小班子，是不是也一起带走啊？他那个班子好办，棚面还有其他东西都东拼西凑借来的，船上也不差他和荣仔的床位。大家都知道了吧？广州待不下去了，我把你们托付给太平年班，你们跟着张班主好好活下去。师傅，我们一起走了。对啊，师傅，是啊，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那不合规矩。你们的师徒契约，我也交给张班主保管。以后都好好唱戏，好好做人，别给我丢脸。我把摘星太平年班交给瑞山了。什么意思？他呢，是我一手带出来的。以前他被大师兄压着，后来又被荣仔压着，他也很憋屈。其实他很有能力啊，能够独当一面，所以，我让他把戏班带走。那你呢？我留下陪你啊。谁要你陪呀？赶紧跟他们走！为什么？你没看见大家都在逃吗？去年日本人打进南京屠城6州，死了几10万人，广州一共才多少人？经得住他们屠城？那你还不肯跟我一起走？他们来了！防空洞在哪里啊？我带你去躲一躲。我从来不钻防空洞，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万一吃了炸弹，正好，再也不用烦恼了。不像你啊，你不是一直都守规矩的吗？哼，守规矩有用吗？要命还是要规矩？红船不让上女眷，这规矩比天大吧？可大不过炸弹。也得捎上女眷，一起去逃难。我们俩从小一起练功学艺，我早就喜欢你了。小时候想着等你长大，我娶你，结果你为了练功，在华光祖师爷的神位面前烧香发誓，说不嫁人。你要守规矩，我只能随你。可你现在守不了规矩，我也不守规矩了。我要娶你，我要娶你！林杰，林杰，他们来了！现在外边谣言满天飞，有说日本人打下了增城，会直逼广州了；还有人说日本人全都是忍者，会遁地术，会飞檐走壁，会暗器；还有人说中锋马上就要投降了。
们是处着，你们一定会失败。哎，贴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留给日本人看的。不是，你们贴这日本人怎么可能会看见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准备把我们扔给日本人是不是？不是要誓死守卫广州吗？到底要干嘛呀你们啊？自求多福吧。小哥，和廖四六说，我要见他。广州沦陷之时，邝庆奎带领部下进山打游击。他这么做，并非什么爱国情怀，而是觉得有枪有人，到哪里都能吃得开。只要熬过一阵子，广州终究还会是他的广州。万一打出点名堂，将来论功行赏，还能加官进爵，更上一层楼。哎，等等，我想起件事来，你去趟坛石头，把陈家兄弟给我杀了。是。哎，我在清远等你，晚上请你吃清远鸡。是。拿着。大哥，人都跑光了，你要是再不想走，咱们就得走日本人的宝了。就算你想死，咱们出去杀几个日本人也行啊。大哥，阿哥，你们在吗？我们在这儿呢，小梅，小梅，你说的对，去杀日本人。1938年，武汉会战开始后，广州地区防守空虚，日军趁此机会在广东省大亚湾登陆，迅速向国民党守军展开进攻。1938年10月21日下午，日本机械化部队3000余人入侵广州，广州开始了长达7年的沦陷。快走！哎，停！停！哎，停！怎么回事？哎，停下！为什么不让走？就不能租多一条吗？我们怎么能跟你们南班挤啊？等等，租，你去租，如果你能租到，钱我来付，行不行？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我们连洗澡盆都用来渡江了，你叫我们到哪里去租啊？那我们也不能跟你们挤啊，要不我们这艘先走，你们再等下一艘吧。别吵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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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瑞山，怎么了？师傅，师姑，师伯，师傅。要当班主的人了，稳重点。知道了。不过师傅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师弟师妹们。都联系好了？都联系好了，我们准备沿江往西走，走到不通航的地方，我们再想办法。出了广州找到船，就多雇几条，这么挤不行啊。我也想多租几条，不过这个时候就不是计较钱的时候了。那，就这么多了，
以后就要靠你们自己了。师傅，这样不太好吧？以后。军爷，啊，不得旅港！军爷，这可不行啊！我们这些人东西都收拾好了，马上就要走了。通融一下，通融一下，我们现在就走，好不好？回神！这是哪儿，小梅？这是我们的新家。大哥的身份证呢？我卖了，我不想再让大哥回到那儿去了。不是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就给卖了呢？啊？他本来就是要搬到新家去的，新家没有了，我就再给他一个新家。那你要商量一下，万一有他回去之后怎么办啊？想回也不让他回。我就是想让他忘记过去，重新开始。虽然我也认为你做的是对的，但是以后不管任何的事情都要跟两个哥哥商量一下。你听说了啊？那个日本人啊，可真是狠啊！是啊，怎么能这样式啊？太坏了，就是，太过分了。是。这华南派遣军宪兵队，权力很大。广州市的各行各业都管得上。那纸命令就是一道催命符，贴在店铺门上就必须开门营业，贴到车马船上就不准移动。那就没地方讲理吗？找警察都不管用。警察局的人不也得听日本人的吗？广州被日本人占了吗？这你都不明白？那也不能随便杀人呐！你说不能，那管用吗？那瑞山就白死了。这1年多被炸弹炸死的，不说2万，也有1万了，不都白死了吗？巴河会馆都炸没了，到哪里说理呀？咱们就自求多福吧。哟，怎么了这是？病了？哎呀，不至于吧？回头我再给你找一个啊。看看我，升官了，再给你看个好玩的。日本人赏的，哎，这把枪，全警察局。没见着当狗这么得意的呀！当狗怎么了？是真活着的狗总比死的人强。活着就什么都有，死了就什么都没有。要么把金条拿出来，你就能活着；要么老子今天就拿这把新枪崩了你。王八盒子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1000年的王八万年的龟，你说的没错。你再这样，老子成全你。你居然是日本人！
我从小仰慕中国文化，又在中国读了大学，最后当了记者。你以前为什么不说？我怎么说呀？说了你们还能拿我当朋友吗？那你怎么还当兵了呢？你是当兵了吧？是，要服兵役吗？三妹姐，你真的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我嫂子刚被炸弹炸死了，我大哥暂时不想见到日本人。哦，那水火无情，请他节哀顺变，我改日再登门拜访。哦，对了，金师哥呢？他整天在忙，也顾不上我。他忙些什么？还在忙劳工神圣那些事儿。戏班子的事儿，得安排演出，手停口停。好，反正你们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我。我在华南派遣军宪兵报道部当副主任，专门负责广州的文化教育、卫生健康，广州所有的戏班、戏院、电影厂、电影院，还有都归我管。小梅，你以前都不知道这个阮飞洲是日本人。他之前是个报馆的记者，我还以为他被飞机炸死了。你们用不着这样。你们嫂子的事儿，我是恨日本人，但也不至于见一个杀一个，我也没这本事啊。从此以后跟这个人划清界限，不能再跟他有任何的来往，听见了吗？嗯。说说往后的打算吧。广州城是让日本人占了，但是去香港的水路有办法，要不然你们去香港吧。我不去。为什么？我师哥还在这儿呢，他不去，我也不去。他是个共产党员，你跟着他干嘛呀？不该陪着他吗？你当然不该了。妈妈也陪着爸爸。妈妈和爸爸他们两个都是啊。我也可以是。你不可以。小妹，你别掺和什么党啊、派啊什么的。爸爸和妈妈他们是怎么死的，你忘了吗？留下来不走也行啊。我们都有安身立命的本事，但是小妹啊，你得听你二哥的呀。金惠荣干的那是玩命的事儿，别掺和。要么答应，要么去香港，你选吧。好吧。646扣动扳机那一刻，就当我又死一回。你们放心吧，往后我会好好的活着，活成你们嫂子想要看到的样子。乱世来了，我们挡不住，但是不能顺流而下，恐怕要逆流而上了。那我们认识是吧？我还做记者的时候，你是业界前辈，我的偶像。哦，可问题是你这个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啊？给日本人做事儿啊？我就是日本人，我在为我自己的国家做事。你是日本人？我来呢，是想请你出山。对不起，我现在已经不写东西了。是因为做生意赔本了吗？这么好的一间大屋，真舍得拱手让人啊？没办法，愿赌服输嘛。果然，是令人钦佩的好品性。我忍不住想帮你一把。你的房契。哎，你这是？我想拿自然拿得到，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我现在呢，掌握了几家报社，希望请你做主笔，来宣传我大东亚共荣共存这个理念。虽然你以前只是写时评，但是在业内资历最深，交友广，
有一呼百应的能力。可问题是，我如果真拿了这个，我心里会不安呀。谭先生，这么多年了，你是个什么人，大家都知道。你颠倒黑白，唯利是图，结党营私，翻云覆雨。你现在装起大义凛然了？我确实不是个好人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宁可做中国的坏人，也不做日本汉奸。我宁可做中国的坏人，也不做日本汉奸。哼。这套餐具的图案很特别，对你一定有特别的含义吧？我特意给你留了一个，就当是个念想。为你本不拥有的品质丢失这一切，值得吗？瑞山的后事办好了吗？那这戏班怎么办啊？走不了了，也没了班主，他们长不了的。不能让他们散了。那几个大的没问题，能去别的戏班谋生。小的那些怎么办？散了，就废了。要不，我们再把戏班收回来吧。你不担心风言风语？我不登台唱戏，就不算破坏规矩。以后，我就在戏班子里当个开戏师爷，把自己积攒下来的故事都写出来。好吗？好，我这就去把他们安顿下来。既然走不了，日子还得过。我去找老蔡挂个号。各位。我也就开门见山的跟你们说了，你们呢也不用跟我藏着掖着。我分管的这些行业，对你们最了解的，可以算是了如指掌。我可以把你们当做心腹，给予你们最大的保护、尊重和福利；也可以把你们当做敌人，但对于敌人，我会毫不留情。各位斟酌一下。张班主，张班主，你终于来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刚才那个不是阮记哲？阮非洲不是一般的日本人在服兵役，宪兵报道部也不是一个管宣传的普通部门，实际上是特务机构，任务是配合占领军，从精神和文化层面对我们实施占领。
阮非洲，他是特务，而且是资深特务。他早就用大学生和记者的身份潜伏在广州多年，结交文化界人士。而且他最近频繁在粤剧行业、新闻行业行动，逼着有一定名望的人加入他的汉奸组织，为侵略者涂脂抹粉，粉饰广州的所谓太平景象。那他会不会害我们？至少他会想方设法除掉我，因为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。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，是日本人要铲除的对象。真是让人后怕，我们竟然一点都没有怀疑过他。师哥，往后你怎么办啊？不怕，我好歹也是有4年党龄的老同志了，从事地下工作，颇有经验。4年？你1934年就当共产党了？你怎么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？那年我在干什么呀？那时我在天台戏院第1次登台，首演是郑映，演的是梁红玉。那天晚上你还来捧场了，还给我带了一盒外国的巧克力。就是那天下午，我入党宣誓，晚上你就来捧场了，还在楼下的鲜食百货买了巧克力。你怎么从来都不告诉我？掉脑袋的事，当然要保密啊。我是外人啊。你当然不是。但是我不想让你跟我一起承担压力，你就开开心心生活，安安心心唱戏，剩下的我替你扛着呢。我才不怕承担压力呢。现在我们家很多事情都是我来操心，有的时候挺累的，有时候也挺烦的，但我还是开心。我喜欢给2个哥哥做事，我更想给你做事。哼，这小日本早上起来就开始巡逻了，想干什么呀？哼。现在码头全换上了日本兵，以前那些英国人都被赶走了，我得让兄弟们缓一缓，别这时候撞枪口上。咱们有批货已经在路上了，实在不行想办法通知船上的人，金刚舰都投进海里。那损失大了，那也比丢了命强吧？我们红鱼帮这些年一直在跟海关祭司斗，得到的心得是，一旦他认真，咱们就得认命，斗不过的。你别误会，我不是让咱们兄弟去冒险，我是想趁早另作他法，不能再依靠这个了。为什么呀？我只是暂时没摸到日本人的脉。山河，我可不是怕事啊，命要紧，尤其现在。哎，山河说的对呀。其实啊，我早就想提议了，让你们老老实实的做药。哎，想继续做花润丸也可以呀。岭南有的是好药材呀，还找不到代替奎宁的草药。你呀，就好好的研究医术，研究中药和西药怎么才能结合，这才是正道啊。那我们红鱼帮现在就没事了呗？你手底下那么多弟兄，你还愁没活干？乱世来了，你躲不了啊！就先避起锋芒，韬光养晦，先干点实事。跟我去香港的事情，你考虑好了吗？多谢东家提携，我一定好好做。好啊。陈小手不肯去，邮局大佬人也没了，你再找一个点心小案和烧腊大佬吧。其他愿意跟你走的人都带上，我包了一条船去香港。是。那这广州大酒家怎么办？哎，乱世啊，命如草芥，财如粪土啊。就算是我们现在想把这个店顶出去，也没有人肯接呀。东家。我倒有个不成熟的想法，你说说看。黄师傅，
你找我？身上有1块钱吗？啊？厨师学艺都喜欢学师傅的绝招，这绝招是师傅对厨艺的感悟，也许只适合他本人，但道理是一通百通的。多学一些别人的绝招，对提高自己的厨艺有帮助。黄师傅，你这……东家要带我去香港，走之前，我想把我的绝招传给你，也算不辜负你师傅林北江的嘱托。我的绝招不是1、2道看家菜，而是对镬气的把握。在这方面，我有一些心得，所以大家都叫我镬气皇。镬气就是对温度的把控，温度又与食材的特性厚薄、油温、距离远近有关。大概就这么多了，剩下的要靠你自己去领悟。你跟谭耀亨搞的那些新菜，有想法、有创意、有天赋，但不够完美。各家酒楼花钱买的是你们的想法，而不是你的厨艺。你承不承认？确实时间太赶了，食材又贵，我没练好啊。甘甜、鲜甜爽口，弹牙和味大补。这就好比是练功夫，光有拳谱还不行，还要勤学苦练。我教给你的，恰恰是这一方面的一点心得。黄师傅，谢谢。哎，不必如此，不必如此。还有1块钱吗？有。这1块钱是我替东家收的。东家说了，广州大酒家以后就交给你了，租金1块钱。啊？1块钱，广州大酒家就交给你了。哎呀，其实就租给我的。你想想，我在想，我赚了钱之后，交这些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税钱，还得养活这么一大群子人，还要照顾好这个房子，这油漆粉刷一样都少不了啊。可是光那些朝州木雕就值好多好多钱啊！你还想给他卖了呀，思兰？啊？哎，你说他们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啊？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丑闺女要嫁给你啊？臭呀！疼！这事儿很简单，你二哥有能力，人品好。谁信你？大哥，我二哥要发财了，他要当广州大酒家的掌柜的了。哎，这话不能胡说。你二哥还是个厨子，这楼面的事啊，我还得再另外找一个人。那我不管，你以后每天都要给我做很多好吃的。你二哥亏待过你吗？嗯？你二哥这个时候拿下广州大酒家，不见得是好事。日本人把最繁华的几个街区给划成了商业区，不允许中国人开店经营，往后的生意不好做。不是在咱们中国人的地盘里面做菜这事儿，我还能怕了小日本了啊？日本人开店有商业贷款，基本上是零成本。我的成本1块钱。我就是提醒你一句，
日本人打过来，为的就是钱，为的就是抢夺资源和利益。现在做生意，等于是跟他们对着干。我还真就不怕他们了。走，妹妹，广州大酒家走一下，从此以后，那就是咱们的地盘了。走了，大哥。哎哎。 いや、すごいね。ここは甲州か。小沢。おお、岡田久しぶりや。小沢、今から中国を勉強しなさいよ。はい。ここは俺たちの未来だ。中国はできるこそ、ここの金を稼ぐことができるわ。はい。そっか、ここ未来か。じゃあ俺頑張るよ。まず住むとこを探そう。ラーメンを作ってくれよ。俺は出世の6ヶ月間でお前が作ったラーメンが一番恋しいよ。頼んだよ。食べさせてやるよ。はいはい。行こう行こう。行こう。 小妹啊，这个小戏台啊，从今天开始交给你了啊，给你的红棉班一个专属的戏台，怎么样？这样能唱出什么名堂啊？这宝吹恶唱，自古吃跟唱它就有关系。胡说八道，不理你了。哎呀，咱俩也有合作。我准备搞一个药膳，把这个地方改造一下，全部是明火明炉，就当场做菜做饭。大哥，你得给我提供几个药方子，延年益寿那种。其实咱们那天在这儿，把老谭也给害死了，所以我想好了，把所有的新菜全部用在这儿，还是12道马姐菜。哎，对了，我可以把老谭请过来，坐镇楼面啊，开心点儿。 豬腸粉、牛雜湯、豬腸粉嚟。我哋食啲嘢啦。快啲啲啊！埋嚟睇埋嚟揀啊！叉燒包。 睇埋揀啦，啲鹿有好新鮮㗎，睇下幾新鮮，睇埋揀啦。怎么弄的？谁打的？与你无关。我问你，谁动手打你的？ 找我有事吗？我刚才去你们家看过了，门上都上了封条，
家都没了，你住哪儿啊？不老惦记了。老大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还有怨气，你一定很恨我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没有办法，我父母的仇我必须要报。如果我不报他们的仇，我有什么资格苟活于世呢？我是真的没得选。对不起。我把你当成我一辈子的搭档。你现在遇到什么难处了？你要告诉我，不管什么事，咱们一起解决，好不好？很简单，我不能当汉奸。我女儿是抗日的，如果我当了汉奸，我就没脸做他爸爸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前几天有一个以前做过记者的人，他来找我。他说他现在是日本宪兵报道部的阮非洲。对，我见过他。他非要让我进他组织的一个什么协会，让我给他写大东亚共存共荣的文章，这我怎么可能写呀？那结果他就把我轰出来了。但是我不怕，我有笔呀，走到哪里吃哪里呀。但是没有想到，这个阮非洲跟所有的报馆打过招呼，谁都不能刊发我写的文章，他想饿死我。那好吧，那我索性就什么都写，反正我什么都能写。这不，昨天有一户人家办丧事，我给人家写了墓志铭，日本人居然连这个也不让写，而且把我还，可笑啊！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？我觉得呀，在乱世之中，做个普通人，不遇到麻烦事，不引人注目，现在是最难得的。广州就是这点好，只要你的手在，永远不会挨饿。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过，他说他只要活着，就不会离开这个行业。那什么是永远呢？我以前写视频是怕美食留不住，我把味道写出来，这是永远。我们俩一起干，我觉得把中华美食发扬光大是永远。可是现在，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永远的机会。谢老板把广州大酒家交给我了，你和我们一同经营。不感兴趣。阿芳，答应我一件事呗，广州大酒家今天就不去了。万一我跟我兄弟失手了，不必收拾，拿着钱能走多远走多远，找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，然后开始想我，最好呢想一辈子。お前通訳しろ。各位街坊，我不是汉奸啊，只是碰巧在这日本央行上班，会说几句日本话，他们就逼我当翻译，我没办法，我不得。他们的意思是，只要这条街上开了日本药铺，就不允许中国人再开药铺了。哎，我们不是新开的，我们在这条街上都开了几十年了，那时候日本人还没来呢。人在哪儿？
彼の店はこの道でもう何十年営業している。その時は日本の方はまだ来てないです。そんなのはどうでもいい。俺らの店は営業する時、お前らの店は営業してないはず。だから今後も営業することは許さん。这个是吧？我们是出去逃难去了，我们回来咋就应该呀？前面。誰がやったくんだよ！誰だ！お前が！おい！殺すぞこの野郎！おい！おい！待って！你太莽撞了，万一被人抓到了怎么办？我看见日本人就想打，都是人，凭什么那么欺负人？广州啊，让日本人占了以后，我们有很多同行都关了门了，都怕乱兵啊砸抢，尤其是经营那些参荣贵药的，全都关门歇业了。谁知道一转眼啊，开了10几家日本人的药铺，他们又霸道又蛮横，还规定凡是有他们的地方，绝不允许再有中国人开药铺。得想想办法。怎么没想啊？大家都推举我们这几家有点牌面的药铺去找日本人谈判交涉，可结果怎么样？结果以一个叫三国有喜药铺老板，以他为主，我们去约他，可结果人家不肯见了，还不肯见，不肯见，还说各凭本事，公平竞争。他们啊，有日本兵拿枪保护着，到处砸我们中国人的药铺。你说哪还有公平竞争可言呢？要是有公平竞争可言的话，那就不叫侵略了。明的不行，背地里头来几下狠的，那也过瘾。单独找一家去报复有什么意义呢？那来几下狠的，那是高兴了。可是这么大的中药产业，不能毁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啊！所以啊，我们一定要找日本人谈一谈，谈谈规矩，谈一谈不规矩。你刚才说不肯见你那日本人叫什么？三国有喜。Welcome, dear guest. Cheers. 我要请颐和洋行大办的秘书吃顿西餐，我可不想在外人面前丢脸。真没想到会收到你的邀请。你是小妹的朋友，冒昧相邀，别见怪。听闻尊夫人因战火罹难，我深表歉意和不安。你要是这么客气的话，我就不好意思张口求你了。不，我非常愿意为你提供帮助。想喝点什么酒？都可以。那我替你做主了。Hello, Brandy, thank you. Enjoy yourself. 谢谢。不知道我能为你提供什么帮助呢？小妹有没有跟你提过，我们陈家在佛山也算是有些牌面，曾经说过一些。中国人讲究孝道，恢复祖上的荣光也算是标志之一。那你想从哪方面入手呢？我想和在惠爱中路上开日本药店的三国有喜交个朋友，不知道能不能帮忙引荐一下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但是这事儿不太好办啊。说说看了。这些日本商人呢，是出于对本国政府的信任以及对广州未来的期待，才变卖家产、筹措资金来到这里创业的。我们宪兵报道部啊，要保护他们的利益。那你就更应该为我们牵线搭桥了。做生意讲究以和为贵，坐下来商量一下，生意才能做得长久嘛。可以，我可以帮你介绍三国有喜。
但是他这个人吧，有点儿怎么说呢？小地方来的，不够通达，不容易讲道理。Brandy， 别看它是用葡萄做的，也算是烈酒，后劲儿大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你还挺能耐的呀，找到宪兵报道部了。那我跟你说啊，我呢，不是军方的，也不是官方的，我就是一正经商人，看见没？所以你找他们过来没有用啊，不好使。那三国有喜先生怎么样才能好使呢？哼，学我口音的人多了，你算老几呀？啊？我从小奉天长大的。学医学药，开店做买卖，我啥没见过呀？再说你那个口音，学的半拉科基的，根本就没有掌握到精髓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啥意思啊？我只是没想到你一个日本人，东北话说的这么好。你们中国呀，有句话叫“千里为官只为财”。我呢不是当官的。但我从奉天跑到岭南来也有千里了吧？你觉着我干啥来了？我代表广州药业同道欢迎东北同行。你们日本人到广州来开药铺，我们拦不住、挡不住，不如呢，我们坐下来聊一聊，聊一个章程。日本药铺首推你为代表，所以呢，我想和你聊一聊。你说谈就谈呐？嗯？我欠你的。再说了，有啥好谈的呀？就各凭本事呗。好一句各凭本事啊！你们有军队撑腰，这坏了规矩。有军队撑腰呢，就是我们的本事之一。你们也有军队呀，你找过来让我看看。三国有喜先生，你行了，你今天来干啥的？我知道，我也就实话告诉你。我来广州呢，就是要一统广州乃至广东全境的中西药生意。你们要么就线上药铺和药方啥的拖避我们，要不你就有招想去，没招死去吧。不给留条后路。你这性格也挺倔强。你叫陈山河是吧？行，你今天能来找我，我就给你留条生路啊。省得你以后说我不近人情。你是不是有一家做法冷丸的药厂啊？有。归到我名下。既然谈不拢，告辞了。啥也不是。凉茶喝多了，肚子受不了，吃点正经东西。不要打扰我写字种钱。广州大酒家的正事不干，你写这个，我引以为荣。哎，看看你一天到晚写的这些都是什么烂东西，还引以为荣？我说你最近怎么不怕惹非洲了？开始知道用笔了是吧？
秋月明，岐山女子崂山奇遇，与蛟龙暗结珠胎。浪禅，罗浮山验尸，数咒，武当13剑，这我还真看了一点，还不错，对吧？你还对吧？最夸张的是这个岭南逍遥生，无光验尸。老谭，你想什么呢你？我来给你念一段。哎，这样有意思吗？我是怕你文如其人。你胡扯！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你女儿看到这些，她会怎么想你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岭南逍遥生写的。哎呀，你还是先起来吧，这样不好。来，起来。这个药房停工啊是暂时的，等过阵子复工，会通知大家回来。你先自己出去找点事儿做。你看你还年轻，再说又在咱们这儿学了不少的本事，出去找点事儿做还是不难的嘛。快回家吧，家里该着急了。孩子，听东家的，回去吧啊。不要，我不要。跟你客气什么呀？都是一起做工的，你还教我疯火蜡丸呢，同气连枝。山河大哥，哎，听说你芳姐的事儿了，她是个好人，应该去了好的地方，你别太难过。不是，他是叫小菊对吧？是小菊。你说钱我都给他了，还拿话戳我心窝子，都你安排的吧？你太不地道了。不是我得罪你了。行了，别扯这些没用的了。跟日本人谈生意谈的怎么样了？那个，我见过这个三国游戏了，油盐不进，野心太大，说要垄断整个广东药业。日本商人看上咱们岭南的药草。是要收购加工制成丸散高丹，而且还要在咱们这个最好的地段啊开药铺啊，甚至还要巧取豪夺各家的中药秘方，吞并店铺，霸占市场，直到把我们都逼死。我想啊，就从这个三国游戏开刀，擒贼先擒王嘛。我从他们家走的时候，我看到门口有一小孩病殃殃的，我就顺便打听了一下，怎么样？那是他儿子。1年前突然生病，高烧惊厥，寻遍东北名医，都说得吃咱们广东的老字号的活络丹，便带着这孩子千里寻药。咱们这活络丹还真的管用，但是病程太久，沉疴难进，没治利索。他又打听到有人这手里头有一颗上百年的老活络丹，药效更强，能去根儿。这个三国游戏，他怕别人知道这个事儿。哄抬物价，他都是私底下打听的。自作聪明，这种百年老药不会因为他要就会抬价，不用抬价，有价无市，除非家里揭不开锅了才会卖了。你知道这药在谁手里？不知道，也不值得。再说他们也不配。老谭，跟我一起撑起广州大酒家吧。但做人就要有滋有味有尊严啊！你这么靠写这些东西苟活下去有什么意义呢？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啊？行，你要是不答应我就把这些报纸都寄给侄女儿。地址我也有，陕西延安嘛。那个，我让日本人盯着呢，你就不嫌麻烦吗？啊？我已经想好了办法。好，各位远道而来的报馆同仁、
酒家的朋友，我谭某这半生啊，离不开报馆和酒家。我爱美食，也爱分享美食，所以我成为了一名食评人。承蒙抬爱啊，诸位把铁嘴这个称号送给谭某，但是谭某受之有愧，因为我觉得我的这张嘴不够硬。这是我用第一篇时评的稿酬买的一支钢笔，一直用到现在。谭某决定从此以后不再用它，因为我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可以分享美食的办法。今日请所有的亲朋好友见证，见证我谭某从今天开始金盆洗手。昨日之我，不再有。谭先生，这么心急啊？手上有墨，久了就洗不掉了。那如果我不让你洗，何必呢？啊，笔已经砸毁了，何必强人所难呢？再说了，我不在乎。